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哇，看到这么庞大的飞在空中的，没错，今天使用的是蜥蜴人。这个单位呢，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我们等等会讲到。我们开始来介绍一下我方部队、我方阵容。首先呢，正面这边一字排开是07大队，最便宜的廉价单位啦。那它的作用就是有些许的输出，然后带着比较普通的铜盾这样子。那模组数量80人头也算不错。那中间这边有2队的这个凶蛮三次龙，它的远程威力很可怕，是400。那它主要是有带毒伤，并且针对大型单位也有额外加成，然后它本身也是破甲伤害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射程距离其实不算很长，而且它的攻击方式是单体伤害哦，它是一次吐一发那一种，所以比较适合攻击单体狙手，而不是怪物步兵那一种的，它比较适合打单体狙手。那后面这边还有这个神圣克洛西哥，那这个就是专门去斩杀对方的步兵线，它对步兵非常的有效，而且它的破甲伤害也非常高，快要100了，这个数字算非常恐怖。然后它还带魔法攻击，这个神圣克洛西哥就可以知道他打步兵多可怕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神庙守卫，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长戟兵啊，它的反大能力非常的优异啊，而且本身也是带有破甲伤害的，而且它的盾牌更好哦，当然是更好的那个银盾啊，55%的格挡机会。那它的造价也比较昂贵啊，但是非常的耐用，非常那个针对对方的大型单位非常好用，而且它的防御能力也不差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，还有2个单位。首先先看一下，这个是普通的领主魔法蟾蜍。那我们这次带的是火焰系的，带的是轰炸型法术，然后烈焰风暴还有火球术，3个攻击的法术带上了。那它本身还有放逐之光、古贤者之盾，然后还有这个光环，还有血象，基本上就是很多法术都会使用到。它的技能非常的多样化。然后这边还有奥数导体，这个基本上是一定会带的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，它叫做羽龙，羽毛的羽啊。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，等一下我们看一下，应该会有这个圣地之主，让以它为中心55公尺范围内的我方所有军会持续的变成逆中状态，也就是说，在对方眼中只会看到这一只。那当然也会知道它的下面一定有藏了很多可怕的怪物啊。不过你看不到，你是不能去做点击的，除非你用炮兵，然后用强制攻击的方式。而且呢，羽龙它还有可以使用2个技能啊，一个是闪电剑，然后一个是这个雷系的魔法漩涡型的法术。这2个在战场上也是会非常的好用。好的，我方的部队的数量就这一些啦，不是很多，主要是带了不少的比较精英的单位。那我们这边看一下吸血鬼海岸，它东西很多。这边有这个斧枪团，就是长戟兵啊。这边1队、2队、3队、4队、5队，对，而且这是深海护卫，这是它的更加精英的版本。它普通的斧枪团带了5队，然后深海护卫是带了1队，然后还有带了火枪手，
这个火枪手很恐怖，带3队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下，他这边基本上都是远程破甲伤害啊，而且它基础值是22，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被动有累积6点，所以它这样子变成28，这个伤害非常可怕。那他们这个前线呢，还有这个甲板水手队，这个就是普通的双刀单位，这个就比较可怕了。I0精英版本就是怪物步兵啊，看它的模组数量就知道，它只有8个。它主要是用来斩杀对方步兵线的，非常快速，很可怕，不要小看它。然后这边带2队旧炮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领主部分。领主使用的是瑟洛西翠，他是一个法师领主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有诅咒魔法，然后还有这个可以召唤一队诅咒的侠义骑士。这边还有提升命中率加90，并且灌输魔法攻击。也就是他这一队，他这一招放在像这种火枪手身上的话，它的威力会很可怕哦，真的不要小看它，而且命中率又提升。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可以召唤2次的腐烂爆猛蟹，所以它可以召唤的单位有2种，然后这个可以召唤2次。这个比较麻烦，不过它是需要消耗12点魔法之风，那这个是不用，但是它一次就没了，召唤一次就不能再使用。然后最后还有这个海妖触手，这个攻击范围蛮大的，而且累积下来伤害会非常痛，就也是要小心面对。好的，我们开始进入决斗了。那刚开始呢，对方这边是基本上看不太到我方单位哦。他这边算是乱丢啦，不然就是刚刚跑出去了。使用这一支这个飞行单位的时候，其实要特别注意，要想办法把我方单位给尽可能的收刮在里面。但是大家的跑速都不太一样，这个让我觉得很头大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昂贵的单位要包住，其他像这种比较便宜单位就算了。这种便宜单位被打其实，好，这一发下去其实蛮痛的，已经50%的血量没了，而且士气健体等等就会300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它吐出来是单发伤害，一次是400这样，所以其实真的要专门去打这个单体单位、单体出手。好，这边对方召唤的东西，腐烂爆猛蟹登场哦。好，这边直接放了五贤者之盾，将那个提升这些伤害抵抗。好，这边侠义骑士冲了过来，要抓谁？好，神圣克洛西哥拦住了。那我们这边神庙守卫去帮忙打，等等。这个神圣克洛西哥要拉走，毕竟他不是擅长打这种东西的。好，对方主动先拉走，那就好多了。好，这边法术放了不少哦，放了一个火系的漩涡法术，还有放雷系的漩涡法术。这边这样电下来，对方非常多的单位会被电死哦。然后这边再放一道落雷下来，可惜放的不是很好，血量没有扣掉非常多哦。这个法术全部放空的，原本要放火枪手的，结果全部放空，没有放到。这个3次龙很危险哦，这样被围着打，所以说现在而且会变成狂暴状态哦。这个是蜥蜴人，有些单位会处于狂暴状态，这很麻烦。好，对方又再次召唤的腐烂爆猛蟹啊，来帮忙打。那我方这个羽龙不断的被对方射击，现在已经举起了白旗要跑走了。好，我们这边灵犀大队去抓对方的火枪手，这样子去抓会比较划算。毕竟火枪手输出很多，但是他遇到灵犀大队，能不能打赢是一回事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可以跟他消耗。好，这边放了一个冷血啊，那个士气加16，然后阻止狂暴，不过只能放在一只身上，这一只就没办法，就给他狂暴了。
但是血量其实都不是很安全啊。好，这边放了一个古贤者之盾哦，要持续跟对方消耗一发火球过来。其实如果对方是零级单位的话，刚那一发火球他应该会很痛，但是他现在是骑乘这个腐烂爆猛蟹，所以伤害就没有到那么可怕。好，对方的长体兵过来了，他要过来去护驾，但是已经慢了。这个领主等等应该就会直接消失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刚好镜头带过来，这边有个放逐之光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打到什么东西。不过还好放逐之光跑掉了，这边就没什么打到，太可惜了。而且好像打到不少自己的单位。刚刚看起来好像很多伤害是打在神庙守卫上面的。好的，刚刚镜头过去之后，其实对方领主已经阵亡了那我帮法师在旁边先休息，等魔法之风。那神圣克洛西哥还有少量的魔主，还可以再继续跟对方支撑。好，这个就是现在开始看到对方开始都在烧血了。这个就是不死族的比较麻烦的地方，只要领主死亡的话，士气惩罚还蛮严重的哦。我们这边又有一个法术要下来了，这场法术很多非常多。这应该是弱雷，不是，是火焰系的轰炸法术，但是炸的不是很漂亮，坦白讲没有炸的很好。好，我们的羽龙下来撞，好，这边一发火球下去炸开，有让对方士气崩盘的，连锁反应就全部都会烧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场其实法师击杀不少东西，比较可惜的是3次龙没有去点杀到领主，前面没有成功的拖住。然后变成2只3次龙在步兵群里面那个打架，变成他们2个在刷步兵群。其实这个分配不太好。那还好啦，这边火枪手基本上都是被法术弄死的。刚刚像是这个羽龙的法术有打到不少东西，然后法师我们领主的法术也打到不少东西，主要就是靠这2个疯狂的输出。你看对方的这边单位其实击杀数都不是很多，都没有到非常漂亮。炮兵有一队，这队基本上感觉没有做死，这队算还可以啊，有打了一些东西。那这边他的法师其实骑乘到那个腐烂爆猛蟹，其实还蛮凶的没有那么好处理。那刚刚看这边就知道，花了蛮长一段时间在跟他打的。其实如果有带霸王龙去咬它，应该会比较快才对。那当时想说试试看3次龙，结果3次龙操作起来不太 OK。它前排你要很多东西去抵挡，让对方不能靠近。而且3次龙它一次是只能做单点，一次只能点击一个单位，就有点可惜。这样子啊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内容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